拆解100首氛围电子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 Rashi，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的这首作品呢，来自于 Modera， 23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 Back into Your Arms。经常听 Colorless 厂牌的作品的人，可能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了。那这首歌也在网易云里面 Modera 的这个页面里面，它也是 Top 1的一首作品啊，足以说明咱们国人有多么喜欢这首歌。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这首歌这么好听，还有为什么很多制作人朋友向我反馈啊，明明我想做的是这种作品的感觉，但是却做出来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完全听起来很拉胯的一个原因。今天我们就来彻底的分析一下。好，首先我们来先听一段这首歌。OK， 先听这么多。首先，这首歌如果100分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50分给到这个女 vocal Blonde Maze， 是不是可以给到她，对吧？没毛病啊，非常的磁性，非常的沙哑且有磁性的声音，给这首作品增加了非常强的情绪的感觉啊。这个。他同时也是个制作人来着。我第一次听到他的作品，其实是在22年的这首。这首Night Light。第一次听呢也是这个就被他所吸引了啊，这个人声质感非常的棒。那可能有同学会问啊，那老师我也在 Splice 上找了一些这个 vocal 素材，怎么听起来就跟人家这个不一样呢？首先你在 Splice 上找的那个可能就找了一个 lead vocal， 就是一个主人声就没有了。而这种级别的vocal 的制作绝对不是一轨所做出来的，它有主要的这个主旋律的一轨，然后有和声轨，然后还有照顾到旁边声道的轨道，然后左声道的右声道的各种各样的特意去录制的各种各样的人声素材，最后组合在一起的，你听起来的这么的丰富，这么的饱满，这么的立体的人声，所以它不是我们这个这么简单所做的啊。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重点，我们先把这个50分先放到这个主人声啊，剩下50分我们给到乐器。其他的整个框架乐器层，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电子音乐制作朋友们，我为什么你做的不像呢？首先我们这首歌要把这4个字电子音乐这4个字拿掉，因为我们很多人去做电子音乐就是先打开输出软件，创建一个 MIDI 轨道，加一个乐器，然后打开简单窗，试图通过点击鼠标点击各种 MIDI 音符来创作出这样成熟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啊。我们从这首作品的乐器，我们把这个人声，我们把这个鼓和贝斯啊，你的鼓和贝斯你用素质软件做，我觉得问题倒不大啊。使用采样，这个贝斯也相对简单一些，可以用这种软音源、软乐器去做。但是其实剩下的这其他里面有着非常多的配器啊，非常多的元素，它不是简单的用迷笛就能解决的事情了啊。我们来听一下。好，再听这儿。所以我们发现了这首作品里面，它很像是在披着 Matic House 这框架创作的一首流行化的音乐作品，并且它的配器非常有着影视般的这种
配器啊，我们听到有合成器，我们熟悉的合成器，但是也有钢琴，有伴奏，然后有这个弦乐，甚至有铜管乐，像这个地方就是有弦乐和铜管，还有这个贝尔的声音。是吧？在这个管弦在这个里面，尤其是 breakdown 这个乐段，对于推动情绪这件事情来讲，起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作用。那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使用迷笛的这种音源去做的这个管弦，因为对于 Colorize 对于这张专辑的打造来讲，应该是有预算的，然后大家共同推出的这张专辑，推出的这个作品，那应该是投入了一些资金，那像这个地方去找人实录管弦、实录这些乐器，包括钢琴也是实录的啊。我们来听一下我在这个 Logic 里面所这个也同样做的这个分轨，但是这个里面它就能拆出来钢琴这一层，钢琴的细腻度完全不是用迷笛音符能解决的。我们听一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单听它的这个钢琴这一层，你都觉得你能够听得下去。它跟我们平常做的其他的那些电子音乐那种具有完全就是 loop 感的音乐不一样，基本上都是4个8拍或8个8拍为一个素材的 loop 循环，下一组你继续能够听到这个循环，它是这样循环这样堆起来的。而这首作品它不是这样的，它每一层都在做变化，它的钢琴伴奏在做变化，伴奏肢体在做变化，它的弦乐在做变化，它的每一层都在做变化，所以这个完全是这种成熟度不是我们这么简单就是这个电子音乐搭积木能搭出来这个东西。然后还有这个地方，这种肢体的写法，我们在流行音乐、影视的配乐和古典音乐才会听到这样的围绕主旋律去做的一些伴奏型的一个肢体的一些演变啊，所以这个成熟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不认为它是在素质软件里面就这么简单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啊，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做出这种分轨之后，像我这样做出分轨之后，或者是在我的这个课程平台里，你这个把这个我已经拆分好的这个课件拿回去做分析。好了，其实我有问过我的一些学生，就是我说你平常听其他音乐风格的作品吗？其中有一半的学员他们会说平常只听电子音乐，而且只听某几类型的，所以这一类的学员通常他们的作品会发现循环性的东西非常强，然后有很多不能跳脱出一个框架的一个就不够大胆的这种痕迹，会这种迷笛的痕迹也会很强，所以我们要经常听各种各样的音乐，学习和接受各种各样的声音和他们的使用方法。我们要去听古典音乐或者听乐器的独奏，去丰富每一个乐器的实际的演奏的这些发声的方式和技巧啊，绝对不是迷笛音符特别整齐的点出和弦，点出某一个音简单调力度这么简单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多维度的学习，才能够提高突然有一天你想要写这样丰富配器的作品的时候的一个成熟度。好，这就是今天我所要分析的内容，希望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给我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